美国为何不与中国摊牌？美国人发现了终极秘密，那就是中国在下一盘大棋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影响全球战略格局的大事，而且这种竞争很有可能会转变为对抗。美国有很多人现在越来越焦虑，想在中国实力超过美国之前，在台海塑造一场危机来消耗中国。那么，中国会抓住美国挑衅的机会，直接与美国摊牌吗？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作者发现了终极秘密，那就是中国实力的发展远没有达到顶峰，有的是等待的时间。你也可以理解为，中国就是在下一盘大棋。在西方国家中，有一种悲观的说法，认为中国崛起将会很快终止，因此中国会很快采取选择，以免为时已晚。但是外交事务杂志的撰稿人发现并不是这样。以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或国防开支数据推测，与过去20年相比，中国在未来10年中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的资源将比过去20年更多。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有能力，而美国才是难以应对中国在亚洲军事挑战的那一个。所以中国最好的选择是再等一等。中国的发展的确面临着一些负面因素，比如人口红利的消失，但是这个过程不是突然出现的，而是会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。中国的人口规模非常大，高素质人口比较高，这些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无法替代的。预计中国在2032年的中位数年龄与2050年的美国持平，也就是说，到了2052年，美国的年轻人口也将急剧下降。另外，随着机器人的大量使用，中国甚至有可能摆脱因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发展瓶颈。中国是一个储蓄率极高的国家，政府拥有资源远远多过美国联邦政府，因此中国将有大量的资金用于军事和相关的投资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仍将拥有可支配的大量资源。另一个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轨迹的因素是创新。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数据，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资已经超过了美国，并在太阳能、电动汽车等关键领域建立了优势，而且对芯片领域也发起了冲击。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创新的国家，其标志就是发明专利的申请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。在最关键的军事领域，中国的发展速度也远远好于美国。中国军费开支占 GDP 的比重一直不大，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重从未超过 1.9%， 甚至低到 1.2%， 而美国平均是 3.7% 到 4%， 其增加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。这还没有考虑中国军工产业链更加健全，中国的军费使用效率更高，也不会受到全球军事部署的影响。中国已经列装了大量最现代化的武器，当然还需要解放军在这些装备列装后能够熟练使用，进一步提升复杂条件下的联合作战能力。据外媒推测，到2030年，中国可能拥有4艘航空母舰。由于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，拥有比美国更多的海军舰艇，以及一个更大、更具生存能力的核武库。此外，中国还投入巨资发展反潜战能力，包括先进的反潜巡逻机、反潜直升机和舰载声纳系统。这些系统在未来10年内，美国在亚洲以潜艇为主的残余军事优势正在消失。大多数的中国战略家对中国未来持乐观态度。未来几年，美国更有可能面对一个自信、有能力的中国，而非一个不安全、鲁莽的中国。所以，美国人想用对付俄罗斯的那一套来对付中国，是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的。华盛顿不会在这场较量中获胜。中美之间不争一时的长短，而是要看谁能笑到最后。就这一点而言，中国显然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。
而且将会是这盘棋局的最终获胜者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